我们的邻居以为拍飞机是一种前戏吧，是希望我们这样会更爱他。台湾不简单了。我们受到那么多危机，我们还是这么的快乐。台湾人比较大方，也比较信任彼此。台湾恭喜发财！2025年的快乐指标，我们排名在哪里？因为我们很快乐啊，所以我们全亚洲最快乐的国家，没错，台湾变成全亚洲最快乐的国家。我们的排名是第27位。可是你们能够想象，为什么居然台湾变成是最快乐的呢？还有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的邻居，你们大概知道是谁？就是那些人一直派飞机过来这边，他们的排名在哪里？他们的排名在第67。我们27，他们67，但是我常常听一些人说，我们是属于他们。为什么这个快乐的指标会差别这么大？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我可能智慧不够多去了解为什么，所以你们可以留言在下面。这个快乐的指标呢，是谁办的呢？这个就是牛津大学。我最快乐的事情呢，你们以为我要说是看到老婆？不是，是去爬山。那当然我也了解也是来自我有一个漂亮的老婆啊。这个比率来讲，在台湾很多台湾的男生都有漂亮的老婆，当然这个不是唯一一个理由。牛津大学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一个机构，当他们在说台湾是第27最快乐的，是经过一堆数据。你们可能会以为说这个数据是根据 GDP， 的确 GDP 是其中一个，但是这个不是重点。为什么我们在台湾受到这么多危机啊？一天到晚地震啊、台风，我们的那个邻居天天派飞机过来提醒我们不可以乱来。我认为呢，是因为 QQ 蛋跟珍珠奶绿，还有地瓜球地瓜球就是 QQ 蛋。你们会觉得说我这样子乱讲，看这个快乐的指标，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也许我们可以说，我们的邻居以为拍飞机是一种前戏吧，是希望我们这样会更爱他。这个我也没办法回答。但回到这个快乐的问题跟食物因为这个牛津的研究是说，快乐这个相当跟你跟别人一起吃饭的，你常常跟别人吃饭，你的快乐的程度增加。在台湾，我们这平均一个礼拜会跟别人吃饭大概5.5次，这个特高了。标准的，好了，你吃饭。他们很快乐，所以我们台湾人在全亚洲是最快乐的，应该大家都猜得出来为什么。各位不要忘记了，跟大自然碰面会让你更快乐。像这些台湾人也要常常拍 selfie 跟大自然在一起。根据这个研究发现，就一起吃饭很重要。其实这个会跟你赚多少钱，还有你住在哪里是差不多一样的分数。所以他们有安排大概7个项目来评估怎么样会让一个人快乐。像我们在台湾整个亚洲最快乐，有的人可能会说可是这个并不难嘛，因为很多亚洲人不是很快乐。每个人的快乐的定义有一点不一样，吃饱不用担心钱是很重要，但也有一些心理上面这方面的。心理上面的是怎么样？在台湾一个指标呢，就是你信任旁边的人，还有所谓的大方。台湾人比较大方，也比较信任彼此，因为大家都比较礼貌，我们就基本上不太怕在外面会有人把一个枪乱拿出来。除了那些在以为拍战斗机跟军队在这边是一种前戏这个是前戏，我是没有感觉到刺激我不晓得你们或者说这个刺激的方向是不对的吧这不是我们要的刺激嘛。台湾不简单我们受到那么多危机，我们还是这么的快乐。为什么别的亚洲的国家没有那么快乐？当然，你们应该是想知道说哪一个国家是最快乐的连续8年，芬兰。其实前面的那个6名好像都是北欧的国家，当然住在北欧是很不错嘛。那我个人是觉得会有点冷，而且没有珍珠奶绿，而且我的老婆也没住在那边，所以那个会让我的快乐降低了。最不快乐的地方，这个不难阿富汗、南非旁边、津巴布以色列排名在哪里？我跟你们讲，第8名。问题是以色列是常常会受到攻击。是我认为整体来讲如果我们要说哪一个国家最快乐，我还是会选择是台湾。不知道他们有一种 feel， 主要为什么台湾会这么快乐，是因为我住在这里。
好，不要讲了。还有会让我很快乐的事情是，上一次我拍关于 Andy 老师，你们给我那么多超级感谢，我真的要感谢大家。看到那些超级感谢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觉得真的很开心。虽然说这个大部分还是要给老婆，但是至少要买地瓜球也不是问题，所以真的很谢谢大家。你们知道台湾在世界排名是第几最快乐的国家吗？现在好像是第一。你们怎么知道？因为是台湾人的关系嘛。第一名，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们很快乐啊，所以看得出来，台湾人也蛮信任他们自己是比较快乐。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承认，连我们的垃圾车都听起来很快乐，难怪台湾就是这么快乐的一个地方。我是Justin教授，请记得订阅、分享，维持你的快乐，谢谢，拜拜。